們看《傷寒論》新的條文第4條，傷寒一日，太陽受之，脈若驚者為不傳，頗欲吐，若造訪，脈數急者為傳也。這句就是講了原發病跟併發症的關係。怎麼判斷病人要出現併發症呢？我們在講六經體系框架的時候就談到啊，《傷寒論》流傳到現在，專門寫書解讀的不下100家，附帶解釋的又更多，算也算不完。但是大家都沒有達成一個共識，就是六經到底在講什麼？為什麼要這樣分？所以我們上次就這個問題嘗試給《傷寒論》六經框架一個解讀，就是說這個原發病和併發症的關係，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認為？第一點啊，是因為《傷寒論》的大背景。這是一本講急性感染治療的書。對。那麼急性感染大家都知道，變化很快，而且病原體進化也很快，所以未知的感染永遠比已知的多。那麼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想想，在古代的環境下，條件更惡劣，醫療技術這些更落後嘛，普及比較差啊，對，所以病人一旦感染啊，也不會馬上得到治療，不像现在是另一個幾個，亂吃藥，家裡什麼藥都有，樓下。什麼美團，對吧？是這樣。現在人就是另一個極端，反正瞎治療。可是以前的人啊，是要等到發燒嚴重了才看醫生，對吧？那麼在這個情況下，病人找到醫生，可能就已經病了1個星期，甚至更久。我們講治療感染的黃金期是越早正確的干預就會越好。正確很重要。越早干預不好。越早正確的干預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醫生就要判斷病人有沒有併發症，是不是傳變引起其他危症了，對不對？對。那如果有危症，比如腸梗阻，那麼就要馬上急着治其標，趕快干預，不然你腸梗阻、壞死、腹膜炎這些，在以前是很難去預計。以前又要開膛破肚，不太可能。對。那人差不多都晕了，而且細菌感染這些也消毒不好。是這樣，所以說。張仲景這《傷寒論》啊，就一定是會非常重視原發病和併發症的治療。就醫生不能說啊，我只是治療一個肺炎的，我其他休克啊什麼我不會治療的，那肯定不行。以前中醫全是全科的嘛，現在全都是分科分那麼細，對吧？而且以前一個村裡可能就一個醫生你要找另一個醫生，你要到下個村。如果這醫生只會治原發病，併發症治不了呢？是這樣，你完蛋了。其實現在我能理解很多病人是很苦惱的，經常是掛了這個科的號，又被勸退了吧，你去掛那個科，然後就是浪費時間，在幾個科之間轉來轉去，因為病人也不知道我這個算什麼病，去哪個科，就是分科的弊端嘛。好，我們再來第2點啊，為什麼我們認為六經的框架是按照原發病和併發症的關係編排的呢？這很有味道。因為這本書的編排方式啊也很有意思。以前古人說啊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，在中醫裡半部《傷寒》治天下。那為什麼半部啊？我們看這個《傷寒》的398條，接近一半的條文啊都編在這個太陽病篇裡面，是吧？就分了上中下3篇嘛。那像其他的這個少陽病啊、陽明病、太陰、少陰、厥陰病，還有結尾什麼霍亂、陰陽異，合起來才佔了後一半的篇幅。而且還有2個現象。就是大部分的治療方子都是記載在太陽病篇，對吧？那後面的部分方子啊，明顯就比較少。而且太陽病篇很少講到死症，对吧？就是說病人要死了，已經顯示出危症，有但是很少。一般都是治來治去，治不好。那就是會治壞病，對吧？所以相對後面那幾篇啊，就真的是不一樣。後面那幾篇隔三差五就是死症，对吧？反差很大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們用併發症跟原發病的關係啊，就很可理解了。對。第一點是因為啊，原發病種類很多，我們是肺炎、支气管炎、咽喉炎、尿道炎，什麼就很多嘛。对。所以相應的治療這個手段方子就要多，是不是？才可以面面俱到嘛。所以太陽病篇啊，就要多的方子嘍。篇幅就佔了半部。對。那相反的併發症就比較少。比如說肺炎、尿路感染、心肌炎，最後都發展為休克，那怎麼辦？反正是最後的一個歸路都一樣，是不是？我們現在不需要馬上治療這些原發病，要馬上把病人啊從休克給他急救回來。在西醫講啊，就是對症下藥，急着治其標嘛。那治標的話呢，方子就不需要的太多你現在是很危急的時候，你還在那裡挑選啊。營養不良是一個方，腸梗阻也是一個，不會說很大差別。因為它是治標的嘛。
這就是為什麼後面的篇章就是少了。对，并發症了。而且我們說急性感染死的大部分都不是說死在原發病，都是因為併發症，都是併發，因為休克啊、衰竭啊、營養不良、梗阻、壞死這些啊，救不回來才死的嘛。所以太陽病哦比較少死症，後面就超多。尤其以前急救手段也比較簡陋，就算手術也不全面。以前手術也有點恐怖，像是作案現場一樣，所以很難救回來，而且往往啊就是死因不明咯。所以後面的條文都是什麼什麼什麼症狀，然後死了。嘎嘎脆。所以我們也比較難講，因為具體是怎麼死的比較難導出來。因為你需要解剖嗎？所以這本書的編排啊，就是原發病在太陽病篇，然後併發症是在其他後面的篇啊。所以這樣要用的時候啊，就方便查找，很簡單，不會手忙腳亂了，噼啪啪在那裡哦，到底用哪個藥哪個方？我們一定要理解仲景的這個用心。好，我們回來看這個第4條，傷寒一日，這個講的啊不是太陽傷寒，而是傷寒論的傷寒，急性感染。急性感染，對。還有這個一日啊，也不是說病人發病的時候，這個不是的啊，而是指的這個病人來看病的時候，這個叫一日啊。這個一日不是具體的一個數字，什麼看病第1天啊，而是第一次看，這樣理解。因為醫生不可能知道病人幾時生病嘛，就算是病人自己，他其實也不一定知道。其實很多感染它是有一個過程的，對，他都不知道怎麼定義啊，對，極度不舒服了。所以要知道這裡說的啊是病人看病的時候。那太陽受之，這個太陽受之啊講的就是原發病咯。那病人一開始來的時候是原發病，急性感染，那具體是什麼病沒有講，因為這個不是這一條要表達的重點。重點是下面。後面重點就來了咯。怎麼知道病人要出現併發症？脈絡近者為不傳。這個時候脈就重要了，對吧？就看預後轉歸嘛。因為病人沒有表現出症狀，沒有明顯表現，這時候我們只能是靠把脈，才能確定。又要看把脈，是因為怕他有假陰性的情況。就是他雖然沒有症狀，但不代表他就好。就是這樣。所以你要通過把脈。所以我們要看他的氣血情況，就預後轉歸都是能靠把脈。那如果這個病人的脈是靜的，就沒有事，不會出現併發症了。這裡的靜啊，它不是說靜止、停止，那不是能掛了嗎？沒了。對，古人寫文章是很有意思的。他這裡是說這個病人的脈沒有大的變化，所以是靜。那怎麼知道沒有大的變化呢？前面3個條文有講到了，把脈的順逆，產熱發燒的時候脈的表現怎麼叫順，怎麼叫逆，散熱的時候又怎麼樣？前面我們都講，這裡我們就不具體再說了。就是他那個。所謂叫沒有大變化，是他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他符合情況，符合他當下這個階段的情況，那個就叫脈不靜。對，那如果不符合，那就脈不靜。是啊。對，那變換它。那麼如果病人出現頗欲吐，想要吐的那個表現，若躁煩，整個人看起來就很煩躁不安。這個是我們的說醫生觀察到的體徵嘛。這個吐可能不能是腸梗阻。也有這個情況，不是併發症的。躁煩也可能是中毒。因為那個少陽病嘛，少陽病它是肝的問題，對，可能有中毒。那若躁煩，把脈呢是脈数急，對吧？那變化就很大嘛，就表現出來了嘛，就和一般該有的表現就不同，那就有可能有危險，有逆症，也就併發症咯。這個條文在現代大家都可能比較少用到。因為現在 ICU 急診室嘛。對，為什麼講半部傷寒治天下？因為很多人現在中醫啊，他們也不用治併發症，併發症也都去找西醫了。對呀。急救了。只有 ICU。對，像一般治原發病，所以他這個半部就已經很夠了。夠了。後面那個是 ICU 急救的事。是，專業的就交給醫生了。所以接下來下一條啊，也是講這個第5條，傷寒2、3日，陽明少陽症不見者為不傳也，也是一個道理。如果病人已經急性感染很久了，2、3日是說經過治療一段時間以後啊，如果陽明病和少陽病的症狀表現啊都沒見到，那麼就說明不會出現相應的併發症哦。那至於陽明病和少陽病什麼表現啊，後面我們都有談到。大概就是現在腸梗阻跟急性的什麼繼發性的那個肝病，對，有可能是吧？推扯，我們也是思辨，結合臨床推扯一下，是吧？是。
那好，我們下一集呢就會講到高熱持續期，很精彩。那喜歡我們的視頻呢，就訂閱、按讚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也歡迎大家留言。我們下次再見。